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1788，我是17。我猜这个时候一定有一些听友会想接一句说我是88。那上个周末呢，我去到了凹凸电波9周年的线下见面会，见到了很多之前在评论区或者在各种社交媒体的这个私信当中认识的一些朋友，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然后见到很多听友之后呢，他们都跟我说非常喜欢1788的案件系列，同时也希望这档节目能够继续的做下去。在听到大家说的这些话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在29号当天晚上呢，我们凹凸宇宙所有的主播和现场的200多名听众进行了一次线下的节目录制。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主播也聊到了关于之前节目的一些恶评啊，或者做节目的一些压力等等，让大家有非常难过或者崩溃的瞬间。于是我就想到了我自己，也是因为1788这档节目曾经收到过很多的负面评价甚至恶评，看到这些恶评的时候，我也会失眠，会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在29号那天见到的每一个人看到我都会说，哇，17我好喜欢你，好喜欢你们的节目等等等等，就和之前的那些恶评或者负面评价它形成了非常两极分化的一个状况。于是我的脑袋当中就突然有了做这一期节目的灵感，也就是我们虽然经常能够享受到很多人对我们的喜欢或者表达对我们的爱，但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除了去接受这些赞美和喜爱之外，我们还必须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能够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某一位朋友啊，他非常高兴的去组一个局，然后呢希望你跟他一块儿去，但是呢其实你对这个活动是完全提不起兴趣的。那这个时候你想去拒绝他，但是话到嘴边又觉得好像我说出来可能会扫兴，让朋友不高兴啦，或者是让他不痛快了，最终呢你咬咬牙就答应了。再比如说啊，在一些公司的会议上，可能你对于领导提出的方案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时候你看看四周，好像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说话，然后你就会担心说，一旦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让别人觉得说是跟领导是不是合不来呀，或者在这个同事当中成为出头鸟，最后呢你也只能把这样的想法憋在心里。我相信以上的这两种场面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包括我自己。所以我们似乎总是会在内心不自觉的去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或者说很害怕被讨厌。结果呢，因为这样的心态，不仅错过了很多的机会，自己也会觉得很累啊，身心很疲惫。其实在心理学的领域就有一个非常棒的理念，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啊，被讨厌的勇气。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到，被讨厌的勇气听上去特别耳熟。一些经常看书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啊，其实被讨厌的勇气本身也是一本畅销书的名字。话说呢，在上百年前，和大名鼎鼎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齐名的有一位是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阿德勒呢，因为患有佝偻病啊，所以从小都是备受歧视的，然后也会经常听到各种闲言碎语。他听到过最伤人的一句话是，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估计以后啊只能做个鞋匠。但是好在阿德勒从来不会因为这样的冷嘲热讽而被影响到，而是非常坚定的坚持自己的选择，就是好好学习。那他通过自己的这个学习，最终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大师，并且创建了个体心理学体系，为我们后人呢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自己也收获了非常美满和幸福的家庭。在2015年的时候，日本作家岸见一郎和古贺史健就受到了阿德勒心理学理论的启发，就共同的创作了这本畅销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这本书中呢，作者是沿袭了阿德勒的观点，以一个哲人和青年对话的方式，来抽丝剥茧的为世人消除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迷津啊等等的，指引正确的途径。那这本书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是我今天必须要分享给大家，也是今天我们节目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个世间既然无论怎么做都会有人不喜欢，无论怎么做都会被人说长道短，那么就不妨不强求，不讨好，看淡别人的讨厌，勇敢的做自己。为什么我们需要被讨厌的勇气？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人际交往，或者说个人成长过程当中，
被讨厌的勇气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很多时候其实像一把钥匙一样，它能够把我们内心的这种枷锁给打开，让我们从他人的期待当中解脱出来。在这里呢，就必须要提到阿德勒心理学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观点，也是大家会经常听到的，叫课题分离。这个概念其实我之前也有曾经说过。那课题分离简单的来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别人对于我们工作成果的评价其实是别人的事情。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人们常常把这两者搞混啊，为了去获得他人的认可，一味的去迎合别人的想法，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慢的忽略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举个例子，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精心的去完成了一个项目啊，或者说以我自己为例，我们去录制了一期节目。那上线之后呢，我们非常期待大家的夸赞，非常期待大家都说啊，这期节目太棒了，很好听。可是没有想到，在评论区当中就有人会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那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反应？那我先来说一下，我作为主播，我的反应当然是很失落，或者说很生气啊，然后觉得说就是很没有办法接受。那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呢，碰到自己的一个作品被别人这样的评价之后，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果说我们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自我怀疑，甚至全盘否定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之前有一阵子就会去否定1788这档节目，会觉得说好像这档节目也没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了，就这种感觉。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别人怎么评价这档节目也好，或者说别人怎么样去评价你的这个作品，其实是别人的课题。我们要做的其实只是坦然的去接受他们的评价，当然当中有一些说的比较中肯的，或者有一些就是还是有道理的，我们就是去虚心的接受，然后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反思，或者说吸取经验教训等等等等。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做到了，比如说节目的一些调整啊，还有包括之前大家可能有时候说浪哪个浪节目语速太快了呀，或者大家喜欢抢话呀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也有在调整。那这个其实就是课题分离的一个具体的做法。从更加深层次的来讲，其实被讨厌的勇气，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非常健康的自我边界。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难免都会遇到喜欢对我们指手画脚的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被讨厌的勇气，就很容易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容易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同事他总是喜欢帮别人做一些其实不属于他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啊，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他来告诉你说你这样不对呀，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等等等等。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被拒绝的勇气，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很多很多的麻烦当中啊，不仅会耽误自己的时间，还可能会影响我们自己本身工作的质量。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有了被讨厌的勇气，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非常大方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保护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我们就会跟他说那这个事情是我来负责，我自己来做，我知道怎么去弄等等等等。那另外呢，被讨厌的勇气还是我们追求个人成长和突破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敢去尝试新的事物的，因为我们害怕如果这件事情去做了，但是最后没有做好，那么就会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讨厌。就像很多的听友经常在后台私信给我，跟我说我也想做播客，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我可能做的节目别人不爱听怎么办，等等等等的。那恰恰是这样的一些恐惧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但如果说我们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就可以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去探索所谓的未知领域，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去挖掘自己的潜力呢，对不对？比如说你一直都很想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就像我，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学比如说日语啊等等的，但是呢我又会担心说我可能如果学了但是没有学得好，是不是也没有必要，或者说出来也会让别人笑话，所以我也迟迟的没有敢去行动。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有这种被讨厌的勇气，我就可以不用管这些顾虑，我可以大大方方的去享受我去想学这门语言的一个过程，然后通过这件事情来提升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场景都反映出了我们缺乏被讨厌的勇气，而且这些场景也折射出了不同的心理现象。比如说第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有时候不太敢拒绝别人的求助。就比如说在某一个公司里面啊，可能大家都希望是公司的做一个好人，对不对？就像很多时候，就像我年轻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好像永远都想做一个老好人。那这个时候同事们找我帮忙，就不知道该怎么拒绝。那有一次呢，可能有一位同事临时有一个事情需要我去帮他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但是这份报告工作量可能非常的大，而且时间还特别的紧。其实从我的内心来说，我是不太情愿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因为我很害怕拒绝了之后被对方讨厌，或者对方不高兴，那所以我就会有担心同事对我有看法，于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但最后因为时间本身就很仓促，加上工作量很大，结果就是这个报告当中出现了一些错误，那这个时候领导就批评我了。那另一方面，这个同事也没有向我表达感谢，因为最终的这个报告也并没有做好。那通过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感觉出来，其实我是缺乏被讨厌的勇气的，而且这个当中折射出来，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是讨好型人格，对不对？那具有讨好型人格的人，总是会试图满足其他人的需求，来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接纳。我们害怕拒绝会破坏关系，我们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价值缺乏自信，我们会觉得说，只有不断的迎合别人，可能才能证明自己价值的存在，但最终通过实践发现，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不对的。好，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某一次职场上在某一次部门会议上，小李呢对于领导提出的方案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他看到其他同事都没有提出异议，然后又担心说，如果这个时候我说了自己的想法，领导会不会不高兴啊？等等等等，最终选择了沉默。但是这个会议之后，其实事实证明小李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其实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反而能够让领导对他刮目相看因为最终领导的方案在实施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小李的这个行为就反映出，其实我们很多人在面对权威的时候，都会因为害怕被批评、被讨厌而压抑自己的想法。这个背后的心理现象就是权威恐惧，我们会往往对权威人物产生敬畏感，会非常担心挑战权威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这种心理就会去阻碍我们创新思维，或者是我们的批判性的一些思考，让我们错失了为团队贡献价值的机会，或者说错失了一些比较好的能够展现自己的机会。那接下来第三个案例，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普遍，就是我们经常会为了融入某一个群体而牺牲掉自我。比如说小张，他是一个对摄影有着非常浓厚兴趣的人，但是他的身边呢，朋友们都没有喜欢摄影的都喜欢打游戏或者喜欢运动等等的。那为了能和朋友们打成一片，他只能够放弃掉自己摄影的爱好，跟朋友一块打游戏或者跟朋友一块去运动、去打球、去爬山。虽然表面上他和朋友们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但是他内心其实没有那么快乐，因为他没有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个案例当中就体现出小张他为了迎合群体就牺牲掉了自己的个人兴趣，折射出了一种从众心理。我们经常会在群体的压力之下放弃自己的独特性，选择和我们周围的群体保持一致，来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但是这种行为其实会让我们逐渐的迷失自我，失去追求梦想的动力。那这些心理学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讨好型人格，它就可能和我们的成长经历有关，因为小的时候如果父母总是对我们小孩子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者给予的肯定相对会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会形成只有满足他人需求才能获得爱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成年之后就很容易去讨好他人。而权威恐惧呢，可能和我们的社会文化或者教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传统的教育模式当中，我们会强调听话和服从，这个时候就导致很多人可能从小在面对权威的时候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从众心理它是源于人们对于归属感的渴望，害怕在群体当中被排斥。那刚刚也讲到了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是属于我们没有被讨厌的勇气。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就是有被讨厌的勇气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通常说就是做起来难嘛，说起来轻松，对不对？那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就首先我们应该要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优点。
我们不需要太依赖其他人的评价去定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从内心去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大家其实可以试着去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那些成功的时刻，去想想自己的一些优点啊，或者取得过的一些成绩，来增强我们的自信。但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因为害怕被人讨厌而去逃避问题，而是要积极的面对和改进。第二点很重要，就是刚刚也说到的，要学会课题分离，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课题和其他人的课题，不要把别人的课题揽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当别人对我们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先去想一想，这个是谁的课题啊？如果说是别人的，我们可以有权利拒绝，但是在拒绝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非常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太在意对方的反应，就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好了。比如说你同事让你帮忙做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那你可以说，我非常理解你的需求，但是我现在手头上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实在没有办法帮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对吧？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在听到对方这样回复自己的时候，应该都是 OK 的吧，应该都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好，那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克服恐惧心理。其实害怕被讨厌的背后呢，就是对未知的恐惧。我们可以通过直面这种恐惧来克服它。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一直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言，总会担心说闹笑话被别人嘲笑。那其实就可以从小范围的交流开始，比如说跟几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慢慢开始说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真实的声音。这样子的话呢，就能逐渐的去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同时也能够积累自己的自信和经验也许你感觉可能你说出来别人会笑话你，但实际上你说完之后，别人觉得挺好的呀，你说的挺棒的，对不对？因为我就有经常碰到一些听友，可能在跟我连麦或者在见面的时候，他有时候跟我说，我觉得自己不善表达，其实我嘴巴很笨什么的，但其实明明我觉得他表达是非常流畅非常好的，可能就是源于内心当中没有那么的自信，还是会存在一定的恐惧心理。所以做法就是要多去表达，多去尝试，慢慢建立自信。比如说很多人在我面前去说到很多分享一些故事也好，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会担心说自己是不是不会表达，我都会告诉他说没有啊，你很棒啊，你表达的很好啊，说的很流畅啊，我都会这样去鼓励他。所以慢慢这样子就能建立到你们的一些自信。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说哪怕你被人讨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被人讨厌并不代表说你一无是处。因为像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作为主播，一定有人喜欢我们，有人讨厌我们。可能很多喜欢听我节目的人就觉得说你节目做得很好，但是讨厌我的人会觉得说这什么呀，对不对？难听死了之类的。但是这能代表说我的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都需要去建立一个积极的社交圈。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受到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人在我们身边要选择那些尊重我们支持我们的人。就是在一个积极的社交气氛当中，我们会更加容易去获得鼓励和认可，从而增强我们被讨厌的勇气。而且呢，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这些正能量的朋友也能够帮我们提供帮助和建议，让我们更好的应对挑战。但是大家想想，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都是那些会去否定你，会去打压你的人，对不对？那你平时哪怕你是正常的表达自己，他们也会说你在说什么呀？你不要说了，好难听或者说怎么就你闭嘴吧之类的。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肯定是会越来越害怕被讨厌，你懂吗？就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自信。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筛选自己的社交圈，远离那些让你负能量或者打压你贬低你的人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好吧，那今天呢就花了小小的一段时间跟大家讨论了一下被讨厌的勇气的这个话题。我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一期简短的节目但是呢也能够有非常大的收获，在今后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像我一样勇敢的做自己不要被其他人的眼光和评价所束缚。另外呢，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想把那段话再重复一遍，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说得非常的好，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反正你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人不喜欢你，不管怎么做都会被别人说长道短的。那么就不妨你不要去强求，不要去讨好，看淡别人的讨厌，勇敢的做自己。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788，我是1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